把老妈一个人留海南，偷偷跑回四川，撬门也要给她收拾的房子。一个卧室就往外扔了30几袋的东西，从各个地方找出来了一堆的小零钱，差不多得有10几20个小地方吧。已经把它从当初门都打不开，变成现在这样空空荡荡了。床上铺了15层的东西也全都清出去了，一共是清了2整天，这个床底下还没来得及打开呢。一开始我以为床底下是没有东西的，后来打开一看，阿姨的被啥的都在这里放着，好多也是几十年以前的了，一看就是挺有年代感的。这是一个老式蚊帐，这是一个包的孩子外出的小被，加一个小褥子，应该是小姐妹小时候的，保存的还挺好的。我问了下小姐妹用不用再留的，她说不要了，一定要把那些没用的东西全清出去。放在床底的东西几乎都是多少年不动的了。又发现新大陆了，在被子里面夹了一个黑袋子，拿起来沉甸甸的，我就感觉这个袋子肯定不同凡响。打开果然，看阿姨这钱什么都可以装，这是一个装身份证的皮儿，里面都塞满了，都是一些小钱哈，但是它架不住多呀，我感觉找出来的也不少了。等有时间的时候我给它清点一下，我感觉1000块钱应该有了吧。没发现阿姨的眼睛也是用手指包的，这还有一摞子，最大的是20，猜猜这一摞能有多少？真的在这个家里面，除了卫生间没翻出来，其他的地方全有，就连厨房也有。前2天我还说阿姨家就翻出来的一床被，原来都在床底下。小姐妹说就把这几床新被留着就行，那些旧的就都不要了。扔之前我也是把被套都拆下来看了一下，确认没有东西了再装的袋子。这几个蒲扇都不要了，挺有年代感的，小时候没有风扇净拿它扇风了。还行，这个床只放了一半的东西，另一半是空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满哈。想把这个床周起来扫扫，结果一拿起来发现前面这个板儿就剩2个螺丝连着了，但是放地下没事，等明天找2个桨板连一下。床头上面也是一层浮灰。这个房子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没有人住了，阿姨一直跟着小姐妹在海南生活，就是想家的时候偶尔回来一趟，最开始可能1个月3个月，后来以后就1年，现在已经是1年半没回来了吧。最近开始吵吵的要回来，因为家里的环境太差了。阿姨每次回来呢就会各种不舒服，不是感冒呀就是咳嗽，所以呢就想在她回来之前把这个房子收拾干净，回来待的也能舒服点。感觉这个床都要散架了，都不敢使劲碰，也不是什么好板材，都是锯末子的。正常这种床都是跟床头连在一起的，他们现在已经是分家了，但是放在地下不来回动它的话肯定没事。前2天另一个卧室往外扔床的时候，小姐妹就让我看看这个床好不好，我看着还行，但是没周开看下面，所以这个床就没换。好多人说那个床不应该扔，应该留着，为啥要扔呢？就是这2年家里不是没住人吗？之前进来过小动物，就是满地都是它们的痕迹，肯定都进来出去的爬过多少次了。小姐妹说细菌太多了，然后就给扔出去了。但是也挺奇怪的，虽然是看到那么多的痕迹，房子马上收拾完了，我到现在都没看到它们的影子呢。之前掏床底啥的我还害怕呢。就这个问题我还问过我妈，我妈说家里时间长不住人，然后没有吃的他们就都跑了。这个大衣柜老沉了，好不容易给它挪出来的，一会儿推一会儿用屁股顶的，最后是大力出奇迹，还是用屁股给它顶出来的。这就叫借力发力吧，用手推的墙，然后用身子往外顶，这样就比较省力一点。这大衣柜是不挪出来我都得难受，墙上老多浮灰了，用干抹布擦了一遍，然后地下喷的油精擦的。这个大衣柜顶上也老脏了，还落了一个东西没拿下来，里面全都是10多年以前的东西了。把这个大衣柜顶上喷点油精，好在还有个魔术扫把，要不然这么长的大衣柜可费劲了。看来做大衣柜的时候还得做到顶，要想干净就得经常擦它，最起码每年大扫除的时候得擦一遍。发现这是一个库存饰品，蓝凳子还在呢。这个时候还没收拾另一个卧室呢。我是按照小姐妹的意思，为了防止阿姨突然回来，就是把屋里的东西能清的先给它清出去，然后再回头收拾的。但是为了视频效果，我基本上都是每个房间剪完了以后再剪另一个房间。以前干的活都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，就是这个房间收拾利索了再开始另一个房间，反正一家一个情况，得根据情况来定。还有就是要是一开始都把清东西的视频扔完了，就剩打扫卫生的，感觉看的也没啥意思。
我还是喜欢清东西和收拾卫生在一起，最起码收拾这一片能出效果。但是也有小姐妹特别喜欢纯打扫卫生的，就是看起来特别解压。有小姐妹提醒我把这个魔术扫把杆拉长一点，就不用这么哈的腰了。这个是我到这以后着急用，就在某团上买的，它没有那么长，而且杆有点软，我一使劲吧，它就有点弯了，我就又给它往里缩了一块，它杆就没有那么长了，就将就的收拾完就行了。有问我好不好用的，就拍我橱窗里那个行，用的特别得劲，质量还挺好，杆也挺长的。有要的自己去找找吧，以前我不喜欢用，现在用的还挺得劲的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收到最后的时候，那个垃圾要不就用手指收一收，要不就用笤帚扫一扫。这柜子里面还有一包衣服，应该是当时拍完视频以后，等小姐妹回复的时候塞到里面去，后来就忘了。这两个柜子准备给它挪走，放在这个地方，看得太门庭了。这两个柜子再加上昨天视频里那两个大衣柜，都是阿姨结婚的时候做的，属于是老物件了。别的东西可以丢，这些东西可不能给阿姨随便丢。这个柜子一拿走，这个地方就太敞亮了，一眼就能看见外边的阳台了。这柜子底下我还是之前扫过呢，就是后边这点没够着。所以说打扫卫生的时候，能挪动的东西一定要给它挪开，要不然收拾不彻底。这种不是特别脏的地方，喷点油污净，用抹布一擦就行。这个卧室就算是干了2天半吧。本来我今天想把这个屋还有昨天收拾那个屋的卫生全都捡到一起，但是那个屋干了基本上是一小天，捡在一起时间太长了。柜子一拿走，后边好多黑的地方。我一开始用这种海绵擦，但是感觉越擦越浪活，得擦好几遍才能行。之前我就看他们好多博主在用这个小白膏，所以我也买回来试试。主要有一些地方用海绵擦还是擦不干净的，用这个小白膏还不错，一遍就行了。你看这面墙上用干抹布擦它也擦不掉，然后用这个小白膏擦一遍就行了。但是擦完以后一定要用干抹布再擦一遍。像这种发黄发霉特别厉害，已经深入到底层的，它效果就没有那么好。但是它能把上边的给它擦掉，也比不擦强。像这种就必须得给它铲掉了，重新抹墙腻子了。但是它擦表面黑或者是有笔印啥的都挺好用，还可以擦小白鞋啥的，听说还可以擦锅啥的，你们可以等我多测试几项的时候再拍。反正墙上的黑还有笔印啥的肯定是好用的。别看阿姨家东西多，地下挺脏的，但是这个门挺干净的，我就用茉莉海绵擦和抹布擦了一遍。看刚才那块黄的地方干了是这个效果，别的地方干了以后几乎都看不出来了。这个东西叫啥来？我想了半天没想出名来，在嘴边就是喊不出来。一开始我以为擦不出来呢，没想到擦完以后挺亮的。这个卧室就算彻底收拾完了，那个窗户等到收拾阳台的时候一起擦。阳台没封闭，有很多灰，到时候需要关窗关门。现在擦了属于是白忙活。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，这是没收拾之前，这是收拾之后的，不知道阿姨回来喜不喜欢，能不能接受得了。阿姨这个卧室算是扔掉了80%的东西吧。按照小姐妹的意思是2个床头柜也给她扔出去，还是我后来跟她说留下来的。小姐妹是胆真大呀。